光芒冲天，化作一把银灿灿的巨剑。此剑之大，宛如一座山峰拔地，不但气势不凡，威力更是骇人。他所过之处，虚空尽碎，浮现出道道裂痕，化作万千碎片，仿佛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他的攻势一般。此招一出，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因为这破天一剑的确已经超越了普通的9段武技，堪比人境武技。好剑，可面对这样的攻势，楚风不但不惧，反而大喜。只见楚风双掌叠加，目光一闪，那紫色的结界大阵便又绽放起耀眼的光芒。而在这紫色光芒的笼罩下，破天一剑竟然如同先前的火焰流星一般，被楚风的逆转阵法吸收而尽。怎么可能？竟然连这样的攻势也能挡下？这一刻，莫说朱棣光，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是吃惊不已。虽说朱棣光还没有彻底发挥出这破天一剑的力量，但是只凭借这一击横扫2品5军的同辈中人，已经毫无压力。但就是这样的攻击，却被1品5军的楚风挡下，这自然叫人吃惊不已。因为这不仅仅说明楚风的结界之术厉害，结界之术再强，也是结界之术，没有强大的修为支撑也是枉然。楚风能做到这一步，便说明了一点，楚风的战力非常恐怖，甚至已经超越了2品5军。无涯观主，你说结界之术不能战胜修为比我高者，今日我就让你看看我的结界之术究竟能否够胜过你这2品5军的弟子。天空之上，楚风面带笑意，但目光已然转冷。只见其双掌猛然下落，那逆转阵法便爆射出一道光束，竟是破天一剑，并且破天一剑的光芒更盛，威势更强，比之先前朱棣光所施展的还要强横许多。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也会破天一剑？见到那从天降的巨剑，朱棣光顿时就吓傻了，因为他还不知道楚风运用的是逆转阵法，所以在他眼中，就是楚风也会破天一剑，并且比他还要厉害。不过这却并非重点，而是施展出破天一剑后，朱棣光已是精疲力尽，此刻面容苍白，大汗淋漓。本就极为虚弱的他，又哪有力量来抵挡这比他全力一击还要强横的武技？这样下去，他将命在旦夕。楚风这一击完全可以将他击毙。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了朱棣光的身前，是其大哥朱天明。只见朱天明单手握拳，一拳轰出，一股磅礴的武力便冲天起，竟凭借这一拳将那从天降的破天一剑给轰成了粉碎。好厉害！朱兄弟的战力果然很强。见到这一幕，与朱天明早就相识的高雄不由点了点头。然而相比于高雄，在场的所有人却是摇头叹息，因为他们都知道，当朱天明出手之际，就已经说明朱棣光败了。因为2品5军败给了1品5军，不得不说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尤其是在此之前，其师尊还大言不惭地讥讽对方。不得不说，此时此刻，在无形之中，无涯观主以及他的2位弟子已被打脸，并且是打得很响的那种。无涯观主，看来是我赢了。对于朱天明的出手，楚风似乎早有预料。此刻的他也不理会朱棣光，而是直接对无涯观主说道：因为对于楚风来说，他与朱棣光交手，无论是剥夺朱棣光进入武文仙境的机会，还是凭借结界之术将其击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无涯观主的脸。这就是他当众刁难楚风所让他付出的代价。而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无涯观主，有的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则是面带讥笑，讽刺他之前所说的大话，欣赏着他出糗的样子。至于无涯观主，更是面色铁青，连嘴唇都在颤抖。如果可以，他此刻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但是他却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楚风，只能忍受着眼前的一切。无情，你休要口出狂言，我弟如今好好的，哪里有败给你？突然，朱天明指着楚风大喝道：笑话，你弟败没败你自己不清楚吗？若不是半路杀出你这么一条碍事狗，你觉得他此刻还能安然站在你的身后？楚风冷然一笑，话语之中没有丝毫客气，因为梁子已经彻底结下，并且对方又如此无耻，楚风没必要与他这种人客气。娘的，你骂谁是狗？被当众辱骂，朱天明更是大怒，骂的就是你圣王败寇，有什么好狡辩的？难道你觉得在场之人都是瞎子不成？这一次还不待楚风反驳，春武便指着空中的朱天明大骂起来。他实在看不惯朱天明的厚颜无耻，想不到无涯观主英明一世，自己的得意弟子竟是这样无耻之人。与此同时，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是出言挖苦。而对于春武等人的辱骂，朱天明自然不敢怎样，于是他只得再度指向空中的楚风，喝道：就算我弟败你又如何？你可敢与我一战？这是弟弟不行，哥哥要出头了。3品5军向1品5军挑战，你也真怪好意思的。楚风哈哈一笑，话语之中尽是讽刺之意。与此同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是无奈摇头，有的更是开口批评朱天明此刻这种不要脸的行为。但此刻怒火攻心的朱天明根本不管这些，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弟弟本能进入武文仙境的机会就这样被人剥夺，所以他不顾众人言论，继续对楚风说道：不敢直说，不敢？难道你以为我会怕了你吗？楚风微微一笑，脸上丝毫没有惧色，随后说道：只不过你无缘无故便挑衅于我，我若随随便便就答应，那天下之人岂不是都觉得我无情好欺负？要想与我交手也可以，但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说了，我就放弃进入武文仙境的机会，你可敢？朱天明说话之间，将自己的缥缈仙令取了出来，那是你弟弟该付出的代价。此刻是你主动挑衅于我，一个缥缈仙令就想打发我，这可不行。楚风摇了摇头，那你想要怎样？朱天明高声问道。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楚风交手，一是替其弟弟报仇，二是夺回他师尊的脸面。而对于朱天明的质问，
楚风已然面带微笑，若是你输了，我就要你的命。楚风此话一出，无疑是再度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一品武军主动要求与3品武军赌命，不得不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这句话给吓到了。无情师弟，你疯了！他可是3品武军，春武更是暗中传音，想制止楚风这种疯狂的行径。然而，对于众人的议论，对于春武的劝告，楚风却是不予理会，而是对着下方的朱天明道：“敢吗？哈哈，真是笑话！不敢的是孙子。”朱天明一阵大笑，在他看来，楚风不可能是他对手，再加上他对楚风早就恨之入骨，如今楚风竟然主动送死，他岂有不应之理？所以他不但应下，更是对着下方抱了抱拳，施礼说道：“各位前辈，无情要与我赌命，这可是他亲口说的，还请各位前辈做个见证人，以免他输了不认账。”事到如今，大部分人都是站在楚风这一边的，他们都看得出楚风是个人才，并且也的确是无涯观主等人不对在先，所以并不希望楚风就这样白白送命。于是并没有人回应朱天明。朱公子，无情师弟，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万万不可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夏雨也是开口劝道，见识到了楚风的天赋后，他自然也不想楚风出现3长2短，有劳各位前辈了。然而朱天明有意要取楚风性命，岂会理会夏雨？他也不管下方之人是何反应，站在空中施以拜谢大礼之后，便指向楚风：“你狂妄自大，目无尊卑，今日我就代替众位长辈，好好教训一下你。”话罢之际，朱天明已是出手。不过与其弟弟朱地光不同，他所施展的并非武技，也并非武力，而是结界。结界坚不可摧，被号称最强的防御手段。不过这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在朱天明的手中，却也可化为凶猛的攻势。结界虽出，却并非墙壁，而是化作了如同根根利刃，连虚空都可穿透，连空气都可撕裂。这种威势丝毫不比武力差。想斗结界之术，好挽回你师尊颜面吗？天真，3品斗1品，从你出手的这一刻，你就已经败了。楚风看穿了朱天明的打算，但他也并未退缩，同样意念一动，磅礴的紫色结界便化作了万千利刃，密密麻麻的从天而降，向朱天明反掠而去。结界相交，涟漪四射，如同烟花一般绚丽。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那不断浮现的紫色光圈之中，蕴含着怎样可怕的威力。有些手段，但若与我斗结界之术，你却必败无疑。眼见楚风挡下了他的攻势，朱天明则是双手舞动，在他的指挥下，无数符咒纹路浮现而出，在其面前绘制成一张绚丽的结界大阵。此阵一出，顿时发出一声厉吼，无数只由结界凝聚的巨兽踏空奔腾，汹涌而去。楚风，不要大意，要论结界之术，你绝对在他之上。可是他是3品武军，在修为的支撑下，他的结界不会比你弱，甚至更强。这一刻，沉默已久的淡淡凝重地提醒道：“放心。”而楚风自然也能够感觉到，这朱天明的实力很强，但哪怕如此，楚风也不会认输。既然对方要斗结界之术，那么他就要用结界之术将对方击垮。楚风意念一动，一道同样强悍的结界大阵便应念而生，同样是数只结界凝聚的巨兽奔腾而出，在天际之上交战在了一处。但同样的，这一次二人依然平手。于是，一道又一道强大的阵法浮现而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战斗出现在人们面前，刀剑、水火、野兽、植物，所有世间存在的事物，都在楚风与朱天明的交战中一一呈现。好厉害！这才是界灵师之间的战斗，千变万化，无奇不有，真是精彩。一位老辈强者也是忍不住惊叹，因为修武者善用武技，所以哪怕是界灵师，平时出手只是用结界防御，以武技攻击，如同此刻这样完完全全的结界之争，已经很少看到。不，厉害的应该是无情，他以1品武军的实力战3品武军能够落于不败，已经说明了此子的强大。另一位老辈强者说道：“你这样一说，还的确如此。此子的精神力很强，结界之术更是运用的随心所欲。若是二人同等修为，朱天明必败无疑。”听得此话，先前那位老辈强者也是点头赞许。而就在这时，天空之中又是一道撼动天地的巨响，耀眼的光芒闪烁之间，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所发动的结界攻势竟然已经蔓延到了朱天明的位置，并且将其吞噬。不过很快的，一股磅礴的武力便汹涌而出，将楚风的结界攻势瓦解。只不过当结界消退之际，人们也是不由面容一变，因为此时此刻再度浮现在人们视线内的朱天明，发丝凌乱，衣衫不整，甚至脸上还有一些血迹。显然他是被楚风先前的结界攻势所创，竟然败了。1品武军的无情竟然凭借结界之术将3品武军的朱天明打伤了。这场结界之争胜负已分，这一幕让所有人再度大吃一惊，因为在人们的眼中，楚风能够与朱天明战成平手，就已是非常利奥得。这不仅说明他战力逆天，更说明天赋非凡，掌握着非常强大的结界之术。但是万万也想不到，楚风竟然能够将朱天明击败，这着实让人们大跌眼镜。不得不说，这简直就如同奇迹一般。毕竟二人可是足足有着2品境界的差距。武军境不同于之前的灵武、元武、玄武和天武4个境界，每品境界都有着巨大的区别，宛如天地之隔。正常来说，能够胜过同品者是天赋异禀的高手，能够胜过比自己高出1品者就是罕见的天才，而能够胜过比自己搞出2品境界者，就乃是绝世奇才。朱天明，你败了。楚风也不理众人的议论，微笑着看向了远处面色铁青的朱天明，败的是你。然而此战事关生死，朱天明岂会这么容易便认输？只见其手掌一翻，一把金色大剑便出现在掌心。这是一把认主奇兵，并且品质卓越，比之其弟的银色骑兵还要强得多，甚至能与楚风的修罗鬼斧相媲美。
此把骑兵一出，朱天明的气势顿时增强数倍。只见其他手持金剑正面来，真的具有君临天下之势，比之先前动用结界之术时强大了数倍不止。面对此刻的朱天明，哪怕楚风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说，三品武军对于楚风来说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并未退缩，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一抹上翘的弧度。随后，只见其右手光芒闪烁，修罗鬼斧便出现在了掌心。鬼斧出现之后，脚下踏空而行，便向朱天明反掠而去。只在眨眼之间，二人便来到站在了一处。朱天明靠近楚风之后，手臂舞动，一剑横劈而来，直奔楚风脖颈处，要取楚风性命。然而对于朱天明的凶狠攻势，楚风却是不闪不躲，反而轮动手中的修罗鬼斧，自上而下劈落，要将其脑袋劈成两半。起初，对于楚风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朱天明只是冷然一笑，觉得楚风愚蠢至极。毕竟他是三品武军，论结界之术，楚风还可通过更为娴熟的技巧来弥补。但是比拼武力的话，足足2品境界的支撑下，他觉得楚风根本没有与他抗衡的余地，所以他准备凭借自己三品武军的雷霆速度，再利用楚风的愚蠢，只在这一击便直接将楚风击毙，来挽回他先前所丢掉的颜面。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楚风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竟然丝毫不逊色于他。这种情况下，他若是继续下去，只会与楚风两败俱伤，甚至与楚风一同死亡。所以此刻他不敢再继续死拼，只得脚下步伐一闪，同时收招回挡，来躲避楚风的攻势。但是奈何楚风大斧速度太快，并且力量极强，朱天明此时害怕已经是有所不及，所以只听一声，楚风的修罗鬼斧便自其左臂而过，强大的威势竟然擦伤了朱天明的左臂。虽然只是轻微的皮肉伤，但还是流出了不少的鲜血。想拼命一搏吗？我让你拼！二人的第一次骑兵交手，自己就受伤，这使得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朱天明更是大怒，手中的金色大剑横扫而过，要将楚风的腰部斩成2截。然而对于朱天明的攻势，楚风却依然不管不顾，刚刚收回的修罗鬼斧没有一丝犹豫，竟又对着朱天明的脑袋从上而上砸了过去。我去你妈的！你真以为老子怕你？觉得我三品武军的肉体没有你硬不成？我今天就和你拼，看看谁先死！朱天明真是怒了，他这次竟然没有收招闪躲，而是意念一动，一层璀璨的金色光照自体内而生，这是一种强大的防御武技，至少8段。朱天明是下定决心要与楚风拼个你死我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风却是微微一笑，玄武遁甲术应念而生。与此同时，大片的白色雾气也是散发而出，瞬息弥漫了这片天地，遮盖住了朱天明的视线。在那白色雾气出现的瞬间，朱天明只感觉大脑微微一颤，似乎迟钝了一下，但却又不敢确定。他眼下唯一能确定的是，此刻楚风的修罗鬼斧已是自头顶劈落而来，所以他也不犹豫，手中的金剑继续横扫而去，真的要与楚风以命换命，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只听一道劲风横扫而过，朱天明顿时面容大变，竟然扫空了。楚风显然不在他刚刚所站在的位置，而就在这时，白色雾气开始变淡，朱天明发现楚风的位置果然发生了改变，已经站在了他的侧面，并且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已是轰落而下。修罗鬼斧势不可挡，只听的一声，便与朱天明头顶的金色护盾交织在一处，强大的压力更是瞬间将那护盾挤压变形，最后竟然爆裂开来。该死！这一刻，朱天明下意识的已经在闪躲，但还是晚了半步。楚风的修罗鬼斧尽管被抵消了大部分力量，但还是有着很强的力道。只见其自朱天明侧脸划过，只听的一声，朱天明的左耳竟被削了下来。但这还不算完，修罗鬼斧顺势下落，扑哧一声，便狠狠地砍入了朱天明的左肩膀。这一刻，朱天明顿时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叫得比猪还难听。先不说自己没了一只耳朵，自己的此刻的半个肩膀都差一点被削了下来。不过朱天明也不简单，尽管此刻疼痛难忍，但还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不但如此，脚下步伐更是一闪，整个身体化作一道流光，向后倒飞而去。二人不过刚刚交手，朱天明便已身受重创，这楚风未免太强了。因为朱天明已经退出玄武遁甲术幻象阵所覆盖的范围，所以人们也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此刻的德行。看到这位三品武军此刻脸上和身上竟然满是鲜血，就连耳朵也没了一个，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尽管已经知道了楚风的强大，但却也万万想不到楚风竟已强到了这种地步。你自以为我是与你拼命斗狠，却不知我有一定的把握能够躲开你的致命攻击。本以为你只是结界之术弱，想不到智商也这么低。不得不说，你这种人真是辜负了你的这身修为。楚风将修罗鬼斧扛在肩头，笑眯眯地盯着朱天明，继续冷嘲热讽。他先前与之所以那般不要命的攻击，就是因为他有玄武遁甲术这一无上秘籍护体。这玄武遁甲术不但能够抵挡住朱天明的攻击，更是能够以幻象来迷惑朱天明。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也足以让楚风取得巨大优势。事实证明，楚风是对的。已被楚风激起怒火的朱天明早就没了理智，尽管他是强大的界灵师，但却也犯了致命的错误。无情，今日我朱天明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大庭广众之下受的如此侮辱。朱天明就快要暴走了，他掌心一翻，竟然出现了一颗药丸。那药丸光芒萦绕，并且是黑、白、紫3种颜色，散发着强大而诡异的气息，竟然能够自动吸收天地气息。3色禁药，看到这颗禁药，所有人都是神情一变。禁药以颜色来断药力，颜色越深，药力越强；颜色越多，药力越猛。黑白罗刹乃是2色禁药，
但也能够让五军境的强者实力大增。而此刻朱天明竟然拿出了3色禁药，药力更是远在黑白罗刹之上。若是服下，就算实力踏入了4品5军，也不是没有可能。此药一出，朱天明已是吞噬而尽。此药入口，顿时黑白紫3种诡异的气体自其体内爆发而出，3种气体如同火焰一般，在其体表燃烧，不但赐予了他无限接近于4品5军的力量，更是使得他的伤口在瞬间愈合。3色禁药的强大力量在此刻尽显。无涯观主，小被切磋而已，没必要非搞得你死我活。蜈蚣老太对无涯观主劝道：“是那叫无情的小鬼，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又不是我要他们这般。若是这个时候我让天明驻守，那岂不是等于认输？若是那无情非要以此为借口，要置天明死地，这个责任你负吗？”无涯观主冷哼的同时，还狠狠地瞪了蜈蚣老太一眼，很是反感对方在这种时候多嘴。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之弟子身为3品5军，此刻对战1品5军已是以强欺弱，竟还服用3色禁药，就算赢了也是胜之不武，快叫他住手！蜈蚣老太继续劝道：“圣王拜寇，天明服用3色禁药也是他自己的，那无情要是有本事，他也服用啊。莫说是3色禁药，就算是他用4色禁药，我也绝对不管，就是怕他没有。”无涯观主撇嘴道：“早就颜面尽失的他，已是蛮不讲理，你真是无药可救。”对于无涯观主这种态度，蜈蚣老太也是气愤不已，但却也没有什么办法。诸位，此乃那无情要与我弟子赌命，我奉劝各位还是不要插手为好。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朱天明服用禁药之事，无涯观主不但不管，反而站起身来威胁起众人，警告在场之人不要贸然出手去救楚风，看来是要用破天一剑了。楚风观察朱天明身体变化，发现此刻他体内的动态与其弟弟朱地光之前完全相同，只不过力量却要强大了数倍不止。这的确是酝酿破天一剑的前奏。发现朱天明要用破天一剑，楚风并未闪躲，反而是脚下步伐连迈，踏空而航向朱天明的方向狂掠而去。发现了天明要施展破天一剑，所以想要阻止吗？真是愚蠢！真以为天明与地光是一样的实力？不妨告诉你，天明的破天一剑绝对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下方，无涯观主高声说道，言语之中充满了讽刺之意，真是无耻。而对于无涯观主这样的举动，春武等人则是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无涯观主实力强大，此刻缥缈仙姑不在，哪怕他们再愤怒，却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破天一剑究竟有多强。尽管无涯观主讽刺自己，但楚风依然不减脚下步伐，反而越跑越快，并且对着朱天明挑衅起来。对于楚风这样的举动，很多人都是想不通，觉得楚风简直是自寻死路，但却没有人注意到，楚风的右手的修罗鬼斧已是收起，并且一股特殊而强大的力量正在掌心凝聚。你倒是有胆识，既然这么急着想死，那我就成全于你。服用了禁药的朱天明自信满满，觉得楚风已是必死无疑，所以他先是一阵疯狂大笑，随后手中金剑对着楚风猛然一指，只听的一声，一道蕴含了无穷力量的光束便凝聚而出，向楚风爆射而来。虽然此刻还未成型，但的确是破天一剑无疑。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楚风冷然一笑，右掌猛然轰出，只听嗷的一声怒吼响起，一只白色夹带着黑色纹路的光波便自其掌心发出，正是无上秘技白虎攻杀术。此刻楚风与朱天明距离太近，破天一剑与白虎攻杀术还未凝聚成型，便已撞击在了一处，两者相撞，顿时发出刺耳的轰鸣，强大的涟漪席卷天地，就连下方的山峰也被波及。若不是前辈高人阻挡，恐怕山峰之上的晚宴就要遭殃。尽管有前辈高人以结界阻挡，但是人们还是能够看到那在结界之外肆虐的涟漪有多恐怖。楚风与朱天明的这场对决，虽然未能达到4品5军的层次，但已是无限的接近。终于，那连绵不绝的轰鸣渐渐消退，那被轰成粉碎的虚空也是渐渐愈合，涟漪也是渐渐消散开来。而当一切恢复如初之际，山峰之上的所有人却都是目瞪口呆，因为此刻楚风正站在天际之上，虽然他的衣衫有些损坏，脸上也挂着些许伤痕，面容也是有些苍白，可是他却仍然可以踏空而立。可是再观朱天明，不仅满身伤痕，鲜血淋漓，此时此刻更是被楚风提在手中。此场交战胜负已定，厉害！刚刚无情施展的武技好是厉害，莫非那是人境武技？不，那并不像是竞技武技，准确的来说，那应该不是武技。无情所施展的应该是传说中的秘技，不只是刚刚那一招，先前与朱天明交手所施展的护盾应该也是秘技才对。在场之人皆是不凡，所以在第一时间就有人认出了楚风所施展的白虎攻杀术。不会吧，秘技一种已是利奥德，此子竟然掌握了2种，这不更是说明此子来历不凡，师尊强大无比吗？的确是这样，我现在真的很是好奇，这无情的师尊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传授他这样一身本事，以1品胜3品，这可真是一个绝世奇才，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看来多年以后，我东方海域又要有一位武王诞生了。确定楚风所使用的乃是秘技之后，哪怕是这些前辈高人也是吃惊不已，眼中不仅有惊叹，还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些许羡慕之色。毕竟秘技是那般强大，乃是传说中的存在，又有谁不想得到呢？不过尽管羡慕，却也没有人敢打楚风的坏主意，因为他们都能够想象得到，楚风已是这样利奥德，他身后的师尊定然更是强大，绝对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最终砸在了山峰之上，强大的力道直接将山峰上的砚桌砸成了粉碎。定目一看，原来是朱天明，只不过此刻的朱天明真的是身受重伤，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浑身上下除了鲜血，还有饭菜，狼狈至极。大哥见到自己的大哥这般惨状，朱地光大喊一声，便冲上前去，想要搀扶起朱天明，可还不待其靠近，一道身影便如雷霆劈落一般，从天而降，不仅站在了朱天明的身旁，一只脚还踩在了朱天明的脑袋上。而此人正是楚风。你个混蛋，离我大哥远点！见自己的大哥被楚风这般羞辱，朱地光暴怒地冲了上去。然而已经动用真正实力的楚风根本不将朱地光放在眼里，大袖一挥，便将朱地光轰飞而去。我要弄死你！听到自己弟弟的惨叫，朱天明恶狠狠地说道。然而还不待其讲话说完，楚风的右脚便猛然用力，只听一声，便将朱天明的鼻子便被踩碎了。这样的疼痛让朱天明惨叫一声。可是对于朱天明的惨叫，楚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同情之色，而是冷声问道：是要我动手，还是你自行了断？他不会真的要杀朱天明吧？见到楚风的举动，很多人都吓了一跳，万万想不到楚风会这么心狠，真的要当着无涯观主的面杀掉他最器重的弟子。这简直就是完全不将无涯观主放在眼中。你敢再动他一下，我就扒了你的皮！果不其然，无涯观主不会看着朱天明这样死去，指着楚风怒喝一声。与此同时，那5军巅峰的气息也是散发而出，强大的气息宛如风暴来袭，整座山峰都被陷入了混沌一片。一些修为稍弱的晚辈更是连滚带爬，难以正常站立，就连楚风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哪怕如此，楚风却也面色不改，反而是哈哈大笑。原来无涯观上都是这种货色，先前讥讽我无情不配拿到缥缈仙令，如今战败又出尔反尔，难怪你的弟子会那么无耻下贱不要脸。看来都是你遗传自你这个当师尊的小子，你休要逞口舌之快，我要杀你不过是分分秒秒的事情。不过我看在缥缈仙姑的面子上，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快快放开天明，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无涯观主面色铁青，此刻他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他只知道不能让楚风就这样夺走了朱天明的性命。无涯观主，枉你是一代宗师，一名前辈，怎可如此蛮不讲理？先前朱天明与无情师弟定下赌约之时，你不阻拦；朱天明服用禁药的时候，你不阻拦。这个时候你倒站出来了，你还要不要脸？就在这时，春武站了出来，指着无涯观主凌厉地斥责着：无涯观主，不是我夏雨目无尊卑，只是您眼下的此行此举真是不合您的身份。夏雨也是开口劝道：无涯前辈，劝您3思2后行。就连美若天仙的秋竹也是以那悦耳的声音相劝。无情，你还不住手？看来你真是想死！无涯观主也不理会众人，大袖一挥，一层无形波动便散发而出。这一刻，楚风感觉不好。别看那波动看似无形，但是楚风感觉到的可是如同排山倒海般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他只得意念一动，将玄武遁甲术这一无上秘技施展而出，以此来保护自己。果不其然，无涯观主的实力实在太强，与楚风完全不是一个层次。那波动刚刚靠近，楚风便被击飞开来。给我趴下！然而这还不完，楚风刚刚飞起，无涯观主手掌便猛然下落，楚风的一声便摔落在了地上。尽管楚风有玄武遁甲术护身，但还是被硬生生的震出了一口鲜血。不过楚风却知道，这是无涯观主未动杀念，否则只是他的这一击，楚风就完全可以化为灰烬。在5军巅峰的眼中，他这区区一瓶5军如同蝼蚁。无涯观主，你做什么？对于这一幕，春武等人大怒。无涯身为长辈，怎么能这样对待晚辈？你此刻之举着实太过分了。蜈蚣老太也是开口斥责。是啊，无涯，你爱图心切，救朱天明也就算了，但这样出手伤及无情，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就是卑鄙无耻不要脸的见过，但如你这般的还是第一次所见。无涯观主的行为引起了众怒，几乎在场的所有前辈都开口斥责，就连晚辈也是以鄙夷的目光审视他们师徒3人。无论怎样，今日之后，无涯观可谓是丑名远播，都他娘的给我闭嘴！谁再敢废话，我就灭了谁！然而无涯观主突然怒喝一声，与此同时掌心一闪，一把长剑便出现在了掌心。这把剑不是很宽，但却很长，并且很是精致漂亮，剑体为金色，上面刻画着道道奇特的纹路。最主要是这把剑所散发的气息与普通的骑兵完全不同，与当初亚飞所持的那把粉色花剑很是相像。最主要的是，在这把金色长剑出现之后，无涯观主整个人的气息竟然又增强了许多，武力形成的旋风以他为中心不住旋转，恐怖的威压已是笼罩了整座山峰。当那把金色长剑出现之后，在场的所有前辈高人都是面容一变，脸上或多或少流露出了不爽之色，因为他们知道无涯观主手中那把剑的来历，是一把非常特殊的兵器。准确来说，那并非是骑兵，而是半成王兵龙纹剑。虽然只是半成品的王兵，与真正的王兵还有着巨大的差别，不过却远远超过了骑兵，是一种在东方海域也很是少见的宝贝。所以这把半成王兵龙纹剑乃是无涯观主的宝贝，也是他横行5军无敌手的利器。所以当他取出这把半成王兵之后，所有人都知道无涯观主是动真格的了。为保他弟子的性命，也许他真都会大开杀戒。虽说若是在场的前辈高人联手一同对付无涯观主，完全可以将其制服，但是他们可不会因为一个毫无关系的无情而与无涯观主真正的刀兵相向。所以眼下尽管对于无涯观主的行为看不惯，对他这种不将他们放在眼中的行为，他们更是不爽，但也没有人上前阻止。至于春武等人，虽然他们很想帮楚风，但是无涯观主实在太强，此时此刻也是有心无力。毕竟他缥缈仙锋上高手再多，可也都是5军境而已，显然都不是这无涯观主的对手。无情，现在给我跪地认错，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否则天王老子都保不了你。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无涯观主早就不要脸了。本就不对在先的他，竟然要求楚风向他跪地求啊！真是好大的口气！我今日倒是要你看看，有没有人能保得住无情。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如雷霆般的声音突然在天空炸响，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的身前，是秋水浮烟。当秋水浮烟出现之后，无涯观主的威压瞬间便被压迫了下去，这座山峰也恢复到了之前的模样，甚至更为宁静祥和。当秋水浮烟出现后，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因为秋水浮烟的气质实在很是特殊，简直如不临尘世的仙子一般。尽管面纱遮盖住了脸庞，但也能够看出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女。最主要的是，秋水浮烟的气息他们根本看不透，但是凭借她完美的压制住了无涯观主来看，人们也能看出秋水浮烟是一位真正的高手，很可能是一位武王级别的存在。你是何人？果不其然，当秋水浮烟出现后，无涯观主先前嚣张的气焰也是不在，很是谨慎地问道。与此同时，在场的很多人都是紧紧地凝视着秋水浮烟，想知道秋水浮烟究竟是何方神圣。因为秋水浮烟如今很是低调，认识他的人并不多。鸳鸯台，秋水道姑。秋水浮烟淡淡的回道：鸳鸯台倒是听过，不过是一群自命清高的人居住的地方而已，其中几位实力最强的我倒是认识，不过秋水道姑我可未曾听过。得知秋水浮烟来自鸳鸯台，无涯观主顿时来了气势，因为他知道鸳鸯台那里虽然隐居着不少奇人，但是有名气的他都不放在眼中，又何况是秋水道姑这个没有名气的，所以他觉得秋水道姑就算再强，也不过是与他一样的武军巅峰，手持龙纹剑，还掌握着破天一剑的他，觉得自己肯定能够胜过秋水道姑，于是道：你我素不相识，但毕竟都是缥缈仙姑的朋友，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多管闲事，无情乃是我有人之弟子，而如今我有人不在，其弟子遭人欺辱，你说作为长辈的我，岂有不管之理？秋水浮烟说话之间，眼眸猛然变得凌厉，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听一声，那无涯观主已是跪倒在地，强大的力量竟然将这覆盖了符文的山峰也是跪出了道道裂痕，并且此刻的他面色苍白如纸，冷汗连连，就连身体也在瑟瑟发抖，目光闪烁不定，充满了恐惧之色。怎么会这样？难道说他真的是位武王不成？对于这一幕，几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随后再度看向秋水浮烟的目光之中，更是多了几分敬畏之色，因为他们都觉得这肯定是秋水浮烟搞的鬼，而能够在不动声色之间将武军巅峰的无涯观主压迫到这种地步，这已经说明了秋水浮烟的实力，至少也是一品武王才对。而身为当事者的无涯观主更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他身上的压力告诉了他，对方是一个自己绝对无法招惹的存在，对方既然是位武王强者，怎么还突然下跪了？你先前的气势哪去了？不是说谁敢废话你就灭了谁？天王老子都保不住无情吗？秋水浮烟冷然一笑，看向无涯观主的目光之中满是讽刺之意。而这一刻，整个山峰之上一片宁静，静到甚至能够听到人们的心跳和呼吸声。所有人都想不到鸳鸯台内竟然还有一位武王强者，但是他们知道先前无涯观主那么对待无情，此刻这位武王强者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有好戏要看了。再加上之前无涯观主的行为，也让他们很是愤怒，所以没有人会开口劝阻，都想看看无涯观主是怎么受苦的。无情，你先前与他交战之前是怎么定的？见无涯观主只是面如死灰跪在原地，并未回答于他，秋水浮烟便看向了楚风，回秋水前辈，战前说好，败者死。楚风恭敬地回道：那你还犹豫什么？既然他不愿履行赌约，你还不快帮他一把？秋水浮烟说道：遵命。见状，楚风先是拱了拱手，随后没有任何犹豫，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步地向朱天明走去。楚风之所以这般有恃无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与朱天明赌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刚将朱地光击败之时，便收到了一个传音，那便是秋水浮烟的。而秋水浮烟对楚风只说了一句话：往死里打，出事我负责。有秋水浮烟做后盾，楚风自然是底气十足，所以才会这般猖狂，根本不考虑无涯观主是何反应。而眼下秋水浮烟已然露面，楚风自然更是肆无忌惮，右手光芒闪烁，那修罗鬼斧便出现在了掌心。此刻朱天明知道自己大难临头，拼出实乃的劲，正在奋力爬起。可是他刚刚爬起身来，楚风已是靠近，迎面一脚直接将他踹翻在地。住手！眼见着楚风要对自己的爱徒动杀手，无涯观主突然爆发，对着楚风发出了一声大吼。然而他话音刚落，只见秋水浮烟玉手轻轻一挥，只听一声脆响，无涯观主已是侧飞而去。当他落地之时，不但鼻口窜血，人们更是能够看见他的侧脸已经高高肿起，并且在其脸上还有一个鲜红色的手印。这位猖狂的无涯观主在秋水浮烟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无情，动手！在将无涯观主扇到一旁后，秋水浮烟高声喝道：不要，求你！见状，无涯观主也顾不得此刻的伤势，擦了一下那满口喷血的嘴后，便歇斯底里的嘶吼起来。然而已有秋水浮烟做后盾的楚风，岂会在乎那无涯观主此刻是何反应？抬起手中的修罗鬼斧，便要向地上的朱天明挥砍而去。无情，你要杀就杀我吧！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那无涯观主为救朱天明，竟以自己的性命相抵，且在观他此刻面容，竟然已是老泪纵横，一把鼻涕把泪的模样，可怜兮兮，悲催至极。杀你，又不是你与我定下的赌约，我为何要杀你？给我一个理由。楚风略微动容，想不到无涯观主这种厚颜无耻的卑鄙小人，竟也有如此大公无私的一面。
竟愿为自己的弟子换掉自己的性命。但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会轻易的放过朱天明，因为楚风亲眼见识过这师徒之前有多可恶，现在的可怜状多半是种假象而已。若不是秋水福烟出手，那么此刻这般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他是我的儿子，天明和地光是我的儿子，子之过，父亲还。你杀我吧，不要杀天明。乌鸦观主苦苦哀求，竟对着楚风磕头求饶。然而此话一出，却顿时在人群之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什么？朱天明和朱地光竟是乌鸦观主的儿子？很多人都对此表示诧异，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乌鸦观主有儿子。在外来看，他一直未娶，始终单身，何来儿女可言？原来如此，难怪他对朱天明与朱地光这般重视，甚至到任何场合都带着他们二人。搞了半天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才会这般培养。也有聪慧者想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想通之后，看向乌鸦观主的目光却更为鄙夷。师尊，您所言是真？您真的是我们的父亲？您不是说我们的父亲早就死了吗？事实上，莫说外人，此时此刻，就连朱天明与朱地光两兄弟都懵了。孩子，我真的是你们的亲生父亲，只是为了让你们用心修武，不依仗于我，才对你们撒谎，欺骗了你们。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乌鸦观主擦了擦泪水，随后缓缓站起身来，向楚风行进，不过却在距离楚风10米之外，一声跪倒在地，满面真诚地说道：“杀我吧，子债父偿。”这一刻，楚风有些动容。虽说乌鸦观主与其儿子都不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份父子之情，却让楚风颇为感动，所以他并未继续对朱天明动手，而是将目光看向了秋水福烟。此刻，秋水福烟眼中的凌厉已然不在，可见他也对乌鸦观主这种人能够为了儿子舍弃自己生命的举动感到吃惊。不过他却并未轻易开口，而是暗中传音与楚风：若除了性命，选他身上一物，你要什么？回前辈，若要选一物代其命，我看那把龙纹剑不错。楚风耳力出众，听得旁边之人的议论，已是得知了乌鸦观主那龙纹剑的不简单，知道那原来不是骑兵，而是半城王兵。那东西可比他的修罗鬼斧强多了。虽然修罗鬼斧有着能够磨练精神力的特殊功效，但是要论真正的威力，显然远远不如那把龙纹剑。若那把龙纹剑在手，楚风的战力将会大增。虽然在战力方面，楚风已有无上秘技，但除非关键时刻，否则楚风还是不太喜欢使用秘技的，因为秘技这东西太扎手，被居心叵测的高手知道，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半城王兵虽然并非真正的王兵，但也是凝聚了武王才能掌握的王级武力打造而成，威力绝非骑兵能比。这东西很珍贵，多半是那乌鸦观主最值钱的宝贝。你小子眼光倒是够毒的。听得楚风之话，秋水福烟微微一笑，但却也并未拒绝，而是对乌鸦观主说道：“看在他是你亲生骨肉，你又肯以命换命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把那把龙纹剑赠予楚风，再赔礼认错。今日之事，我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什么？要师尊的龙纹剑？你休想！可还不待乌鸦观主有所回应，朱地光便率先大吼起来：“那可是我师尊花费了无数宝物，耗费了许多心血才换来的王兵，他不会给你们的。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休要打我师尊龙纹剑的主意。”与此同时，就连那贪生怕死的朱天明也是来了赌气：“住口！”不过这一次，乌鸦观主却是大怒，对着二人怒吼一声后，便将手中的龙纹剑递到楚风身前，无情小勇：“之前是我师徒不对，望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们一次机会，希望你们能够改过自新，不要总是仗势欺人。这天下如此之大，你们还并非天下第一，这般狂妄自大，最终倒霉的只是你们自己。”楚风面带微笑，接过了龙纹剑。他能够看出乌鸦观主很是不舍，更能看出这是一把好剑，不愧是半城王兵，果然远非骑兵可比。无情，晚师，我们走吧。这没有缥缈仙姑的晚宴，也没什么好待的。见楚风接过龙纹剑后，秋水福烟便转过身来，而楚风与江晚师也是紧随其后。不过就在走到下风之路时，秋水福烟又止住步伐，回头对乌鸦观主说道：“你应该庆幸，今日出现的是我，而并非是无情的师尊，否则莫说是你，依照他的个性，你整座乌鸦观都要覆灭。”说完这句话后，秋水福烟便扬长而去。可是那乌鸦观主可就是面容铁青，满脸的后怕。在经历过此事之后，他已是相信了楚风的来历不凡，更是知道了楚风不好惹。事实上不只是他，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听出来，秋水福烟的话并不像是在开玩笑，他们更是能听出来，秋水福烟不是在单单警告乌鸦观主，同时也在警告他们所有人，警告他们不要对楚风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否则今日的乌鸦观主绝对不是最惨的下场。回到休息之所，楚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用天眼仔细观察了一下从乌鸦观主那里得来的半城王兵。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本想运用天眼研究一下半城王兵如何炼制成功的他，竟然意外地发现这龙纹剑上的纹路在天眼之下居然在隐隐变化。不会吧，这竟然是一种技法？最终楚风发现，在那纹路之中竟然隐藏着一套技法，并且这技法还有一个名字，那便是龙纹剑法。这龙纹剑法很特殊，说其是武技倒不如说其是剑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很强大，甚至可以说超越了普通的9段武技，能与人劲武技相媲美。不过这龙纹剑法唯有龙纹剑才能施展，可以说是为这龙纹剑量身定制的剑法。楚风若是将此剑法学会，将更加势不可挡。这龙纹剑历史悠久，应该不是现代之人所铸，不知道那无涯观主可有发现这龙纹剑内所隐藏的龙纹剑法，得到意外收获。楚风更加狂喜，肯定没发现。虽说那无涯观主似乎掌握着特殊的结界秘术，但怎么可能与天眼相比？淡淡很是肯定的道：“那倒也是。”
反正如今这龙纹剑是我的了，这龙纹剑法自然也是我的。于是久久未能学习新手段的楚风，在发现龙纹剑内的剑法后，便彻夜未眠地开始练习起这龙纹剑法。而凭借优越的修武天赋和强大的领悟力，楚风只有了短短2日时间，便掌握了这门龙纹剑法。经过了足足2日不眠不休的练剑之后，楚风也是有些疲惫。可是刚刚入睡不久的他，便被一阵急促的房门吵醒。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楚风醒来，发现黑夜不再，天已亮起，但是也只是刚刚发亮而已。刚刚睡着不久的他，很是愤慨。然而本准备打开店门大骂一番的楚风，刚刚打开店门后，便愣在了原地，把自己已经想好的骂词全都硬生生的憋了回去。因为此时此刻，在他的店门外站着4名亭亭玉立的美女，正是春舞、夏雨、秋竹、冬雪。此刻，春舞、夏雨、秋竹、冬雪这4名美女穿着相同款式却又不同颜色的长裙，不仅美艳且非常养眼，就像4朵刚刚在晨露沐浴下绽放的花朵，让人忍不住想要凑过去亲近一番。所以哪怕是楚风，此刻也是眼前一亮，那还萦绕脑中的困意顿时烟消云散。都什么时辰了你还睡，真是猪一样的男人。春舞率先开口，笑着瞥了一眼楚风，似是在为楚风之前在店内的大吼大叫宣泄不满。无情师弟，今日可是武文仙境开启的日子，虽说开启的具体时间不定，但是早些过去总是好的，不然错过了的话，那也未免太遗憾了。夏雨开口说道，今日就是武文仙境开启的日子了。听得此话，楚风恍然大悟，这2日他苦练龙纹剑法，差点忘记了这件重要的盛事。你这笨蛋，不会是忘了今日是武文仙境6年才开启一次的日子吧？看到楚风这样的反应，春舞撅起小嘴，很是不满的道。楚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的确是忘了。听闻无情师弟近2日闭关修炼，忘记10日倒也正常。夏雨很是圆滑的替楚风开脱。至于秋竹和冬雪2位美女，则是站在原地不言不语，咯咯直乐的看热闹。好了，快走吧。今日所有收到缥缈仙令和通过筛选的人都会出席，我可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诛仙群岛那群高傲的家伙们究竟有何本事呢？春舞一脸期待的说道。诛仙群岛吗？不知道那位被誉为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慕容寻是否会到来？楚风说道。应该不会，武文仙境6年开启一次，每次只有100人可以进入，并且年龄超过30岁者不得进入。慕容寻今年刚好30岁，所以我师尊也没有给他发放缥缈仙令邀请他来此。不过他的妹妹慕容婉以及其未婚妻亚妃以及缥缈先锋的很多天才却都收到了缥缈仙令，至于他会不会伴随他的未婚妻来到我缥缈先锋，那就不知道了。不过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以他的年龄肯定无法进入武文仙境了。但是对于他来说，进不进入也都没什么遗憾了吧？毕竟如今最好的记录保持者就是他，120道仙文的确很厉害。夏雨耐心地解释道。但提及慕容寻所留下的记录，他的脸上也是不自觉地涌现出了敬佩之色。120道仙文便可兑换人进武技了吗？不知地进武技可有？楚风好奇地问道。准确的来说，100道仙文便可兑换人进武技。至于地进武技吗？说实话，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缥缈仙锋内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动运转，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莫说这缥缈仙阵能够彻底掌控，单是这武文仙境能够随意开启，那我缥缈先锋也会实力大增。夏雨笑着解释道。无情师弟，不会还想着兑换地境武技吧？不是我打击你，武文仙境内的武文可没那么好得到。每次武文仙境开启，进入其中的都有100人，但大部分人能得到几道武文已是不错，甚至还有人1道都得不到，空手而归。所以像慕容寻那样的人已是非常了不起。120道武文，只要想想都感觉不可思议。他这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名号，倒也的确是名副其实。就在这时，冬雪开口了。从他的话语中，不但能听出那武文仙境内的武文很难弄，并且他个人似乎对那慕容寻也很是喜爱。再厉害又能怎样？还不是栽倒在了我秋竹师姐面前。就在这时，春舞突然说道。而听得此话，夏雨和冬雪面容顿时一变，随后一同问道：小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小舞，你不要乱说。与此同时，秋竹那美丽的小脸也是花容失色，偷偷拉扯了一下春舞的裙摆。哎呀，秋竹师姐，有什么不能说的？不就是那慕容寻向你示爱，被你拒绝了吗？被你拒绝之后，还告诉你不要对外提及此事，这种敢做不敢当的人，依我看就是个伪君子。春舞撇嘴说道。听得春舞的话后，夏雨与冬雪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是浓郁了几分，一同将目光投向了秋竹，问道：秋竹，此事是真？这一刻，秋竹的脸上带着些许为难之色，颇为无奈地看了一眼春舞后，说道：去年与春舞一同出去历练，的确遇到过慕容寻。秋竹虽并未详说，但却也默认了此事是真。确认事情后，夏雨长舒了一口气，随后道：这件事咱们几人知道即可，春舞切莫再对外人提起。无情师弟也请你帮着保密，几位师姐放心，无情优点不多，但是替人保密可是一流。楚风笑着保证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这种事情传出去，难免会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若是因为这件事挑起缥缈先锋与诛仙群岛的不和，那就得不偿失了。夏天4怕楚风心有芥蒂，又解释了一下他要求保密的原因。随后，楚风在4大美女的伴随下，便来到了一座很是浩瀚的山峰之巅。这座山峰很大，山峰的中心乃是一座广场。此刻广场之上已是有了不少人，因为今日是武文仙境开启的日子，所以所有能够进入缥缈先锋的老一辈强者都来到此处，观看这6年一度的盛事。不过相比于老辈强者，年轻一辈的可就少了许多。
不因为别的，只因缥缈先锋很多地方是禁区，这座山峰更是禁中之禁，除了获得进入武文仙境资格之人，根本没人可以进入。这也导致出现在此处的小辈都是实力不凡，最弱的都是1品武军，一些强横的更是踏入了4品武军的境地。快看，那就是冬夏秋冬4位美女吗？她们便是缥缈先锋的4位得意弟子，不仅貌美如花，如同仙界的圣女，实力也是好强。那位身穿绿色裙摆的，便是秋竹姑娘吧？太美了，不愧是我东方海域3大美女之一，谁要是能娶到她，那可真是3生有幸，此生无憾。一夜春宵过后，哪怕死了也值啊！你可真能异想天开，别说是秋竹姑娘了，就算是夏雨、春舞和冬雪姑娘，随随便便能给我一个，我也愿意放弃我的一切，一心一意的对她，疼她，爱她。你们真他娘能做梦！这4位美女并非池中物，只可观赏，不可亵渎。春夏秋冬4位的出现，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哪怕是身份不凡的修武天才也是如此。不对，那在春夏秋冬4位美女中间的是谁？可是很快就有眼尖者发现了，那在4位美女一同走来，并且与她们谈笑风生、相谈甚欢的楚风，这样的情况顿时让很多人心生不爽，一时间无数道妒忌与愤恨的目光投向了楚风。那人叫做无情，唯一一名收到缥缈仙令的1品武军。别看此子是1品武军，但是实力可是非常强悍。一名当日出席过晚宴的年轻人对一名满面愤恨、通过筛选获得资格的2品武军解释道：“再强也是1品武军，也不至于让冬夏秋冬4位美女围着他转吧？”那名2品武军冷声说道，话语之中既有酸意，也有不爽：“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知道为何这次筛选的名额突然从40名改为41名吗？”那位年轻人笑问道。莫非你知道？那位2品武军好奇地问道。对于参加筛选的人来说，这突然多出来的一个名额，的确是他们很好奇的事情。在筛选的前1日，缥缈仙姑曾设了一场晚宴，招待他的老朋友们。刚巧我师尊在邀请之列，我也有幸参加了那场晚宴。而这无情同样也出席了晚宴。那位年轻人道：“那后来呢？”得知楚风与年轻人竟然参加了这样特殊的晚宴，那名男子很是羡慕，与此同时看向年轻人的目光也是多了几分尊重。无涯观主，你可听过？年轻人并未继续讲述，而是反问起那2品武军。无涯观主当然听过，乃是一代前辈高人，据说他是一位结界天才，是东方海域少数还未踏入武王便成为金袍界灵师的存在。凭借强大的实力和一把龙纹剑，他更是横扫武军，尽无敌手。我师叔就是败在他手下，被他断了一只手臂。虽然被斩断一臂，但我师叔却并未憎恨于无涯观主，因为他败得心服口服。就连我师尊也是觉得，这无涯观主乃是东方海域武军境的第一人。那名男子很是得意的讲述着无涯观主的事迹，就仿佛能与无涯观主有所关系，是一件荣幸的事情而已。晚宴之上，无涯观主质疑无情没有资格获得缥缈仙令，而那无情为了证明有这个资格，便与无涯观主的2位弟子约战，败者自动放弃缥缈仙令。而最终，那无情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凭借1品武军的实力，将无涯观主的2名弟子一一击败，剥夺了他们进入武文仙境的资格。年轻人凝重地说道：“不会吧？我听闻无涯观主的一位得意弟子朱天明可是一位3品武军，他是收到了缥缈仙？不会吧？难道你是想说朱天明也被那无情击败，所以筛选才会多出一个名额？”2品武军恍然大悟，但却也是满面震惊，不愿相信这一事实。不止如此，那无情的师尊更是一位身份不明的隐士高人，并且还有鸳鸯台的秋水道姑撑腰。秋水道姑你不知道吧？此人很是低调，知道此人的甚少。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秋水道姑可是一位武王强者。晚宴当日，他险些杀掉无涯观主，只因无涯观主为难无情，最终还是无涯观主以他的龙纹剑做补偿，对楚风赔礼道歉，才逃过一劫。并且他还警告众人，劝所有人不要对无情有非分之想，因为无情的师尊不但杀人不眨眼，实力更是比那秋水道姑还强。年轻人继续说道：“兄弟，你此言当真？这种事可不能乱说啊！”那2品武军此刻的脸色已是有些苍白，似是被吓到了一般。真的不能再真？你若不信，可以去打听一下，当日参加晚宴的人都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那位年轻人保证道。听到这里，那名2品武军吓得深咽了一口唾沫，脸上的冷汗都出来了。随后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愤恨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忌惮。事实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不止在这一处发生，很多见识过楚风强大的人都在宣扬此事，所以一时之间，楚风也的确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了既让人嫉妒又让人忌惮的存在。身为界灵师的楚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登上山峰后，更是特意观察了一下众人，所以自然听到了这些议论。对于这些议论，楚风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太多理会。但他不可置否的是，晚宴之上的事情让他出名了。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这会让很多人忌惮于他，但同样的，也会有很多居心叵测之人会对他的龙纹剑动歪念。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楚风也懒得去顾虑这些。毕竟这个世界本就不太平，除非拥有凌驾一切的实力，否则谁都难保安宁。无情师弟，那便是武文仙境的入口。武文仙境有2个入口，一个是获得武文的地方，一个是兑换武技的地方。第一个入口会在今日开启，只开启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就会关闭；而第2个入口会在10日之后开启，开启时间为1日。下雨，指向广场中心，那里有2道阵法，光芒微弱，但楚风却能够看出，那的确是2道阵法，并且非常玄妙，蕴含着他看不懂的符咒纹路。那这样说来，
在武文仙境之内只可待10日，10日之后必须出来，否则将会错过兑换武技的机会。楚风问道：“的确是这样的。”夏雨点了点头。夏雨师姐，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进入武文仙境后不出来，而是苦心搜索武文，等到6年之后再出来？那个时候相信会积攒更多的武文，兑换到更优质的武技。楚风问道：“无情师弟，你真是想多了。这种事情也有人做过，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6年之后那些人连个残渣都没有剩下，只有他们进入之时所佩戴的仙符还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夏雨问道。楚风摇了摇头，随后问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武文仙境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在那种环境生存下来，只有这10日才是相对太平的。记住，只是相对太平，但也同样存在危险，并且进入武文仙境之后是没有出口的。这也是为何每次武文仙境开启只有100个名额，那是因为进入武文仙境需要携带仙符，仙符是可以将人从武文仙境传送出来的出口，但是仙符只有100道，并且是无法复制的，所以每次武文仙境开启只有100人能够进入其中。”夏雨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多谢夏雨师姐提点。”楚风终于再度得知了这武文仙境的神奇之处，所以无情师弟，进入武文仙境之后，你便与我们一起走吧，这样也能保护你的安全。春武开口道：“无情师弟，多一个人多份照应，我们5个人在一起会更好一些。”与此同时，冬雪与夏雨也是一同说道。至于秋竹虽未说话，但却也是面带微笑，似是在邀请楚风。多谢4位师姐，正所谓盛情难却，楚风自然不会拒绝4位美女的邀请。实际上，楚风答应他们，也的确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会更安全。先不说在此之人有很多居心叵测，毕竟此次进入武文仙境的还有诛仙群岛的许多人，就连那亚妃也在。若是在那武文仙境内遇到亚妃，楚风可不敢保证以那丫头的恶毒性格会不会对自己出手。就算手持仙符，可在必要时刻传送出武文仙境，但是因为这种事情而错过了获得大量武文的机会，那也未免太得不偿失了。所以能与春夏秋冬4位同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毕竟他们4个可是不弱，尤其是那秋竹，可是有着与亚妃同样强横的5品武军的实力，在那武文仙境内定能保护楚风。4位姑娘，无情师弟，你们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最好的几位朋友：秦羽、兰溪、王龙。他们3位可是四海书院的代表弟子，虽然明年就要离开四海书院了，但是至少现在他们3位是四海书院最强的弟子。就在这时，高雄走了过来，并且在他的身旁还跟着2男1女，一位颇为英俊的男子叫做秦羽，一位身高马大的壮男叫做王龙，而那位身材娇小有着几分姿色的女子则叫做兰溪。他们3个都是4品武军，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接近30，但是这种实力已是相当厉害。在下无情，幸会3位。楚风最先知道的东方海域势力就是四海书院，再加上如今张天翼、江无伤以及苏柔、苏美都在四海书院修炼，所以楚风对四海书院的人还是颇具好感的。而这3位同样作为四海书院的弟子，虽然已经修炼了接近4年，但是能够拥有如今的境界，也说明他们天赋力要得。不过楚风却听闻，此次诛仙群岛来了30人，不但全部是收到缥缈仙令而来，并且最弱的都是4品武军，所以相比于诛仙群岛，四海书院这座广纳四海之人的势力，最强的弟子却只有3位4品武军，不得不说着实是弱了一些。但是这也没办法，哪怕四海书院再强，但也只是算作一座强大的势力，与诛仙群岛这位霸主级的庞然大物相比，还是弱了太多。而至于秦羽、王龙、兰溪3人，对楚风的态度也是非常友善。事实上，他们也正是听到高雄提及了楚风的事迹后，觉得楚风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才想结交楚风的。不过相比于楚风，春夏秋冬4位美女可就颇为冷淡了，甚至不愿与四海书院的3人交谈。这4位天才美女的傲气，在此刻尽显。